好枪！这碎发结构一旦量产，大明新军就再也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打仗了。碎发枪弹簧的死穴我们解决了，步兵的直射火力网已经有了保障，但是单靠枪打不赢接下来的仗。现在该轮到炮了。此次出兵西南，重点在张献忠部所在四川。平原地区好说，但一旦流寇战败，钻入山林，我们现有的炮将全部失去作用。蜀道之南，难于上青天，12磅重炮动辄上千斤，根本拉不进那10万大山。若无重火力掩护，我军将士遇到张献忠据险而守的关隘，将功败垂成。所以我们需要一种炮，一种一个人就能扛着满山跑，能隔山打牛的炮。王承恩，拿上来！这叫迫击炮，是镇卫巴蜀10万大山量身定制的破阵神器。这炮不要炮耳，不要炮架，口径定为2寸，全重不超过40斤。拆解之后，只需要2名步兵，一人背着炮管和支架，一人背着坐板和炮弹，就能在巴蜀的深山老林里健步如飞。陛下，臣斗胆，这40斤的重量，充其量也就是个大号的火铳。这么小的管子，装运量必定极少，能有多大的杀伤力？若是不能破阵，带入山中，岂不是白白浪费兵力？是啊，皇爷，这么小的炮，只怕连贼军厚一点的木栅栏都打不穿吧？他不需要打穿城墙，更不需要打2里地，他只需要打出几百步，但他的弹道必须是冲天而起。他不需要复杂的瞄准，装填手只要把炮弹从炮口扔进去，炮弹依靠自身重力滑落到底部，撞击触发点火，然后炮弹就会直接飞上天，越过山脊，像冰雹一样砸在贼军头顶上。有没有杀伤力？这么小的炮管能不能破阵？造出来试一试不就知道了？当然，炮管只是个发射器，这迫击炮真正的灵魂在于它的炮弹和击发方式。迫击炮是滑膛炮，管内没有膛线。为了保证炮弹在空中飞行时不翻滚、不偏离弹道，这炮弹绝对不能是传统的圆球形，这叫尾翼稳定炮弹。这炮能不能成，就看这尾翼的底火能不能搞定。以目前大明的化学水平，根本弄不出后世那种一撞就炸的雷公底火，只能用现有的物理条件去赌一个可能性。焦旭，你看好，我们在炮管最底部加装一根锋利的金刚击针，而在炮弹尾管的底部，我们倒扣一个薄薄的铜帽，铜帽里面不装普通的火药，把新研发的高纯度火药以及打碎成粉末的碎石渣，按照3:3:4的比例混合，死死地压实在这颗铜帽里。发射的时候，士兵将炮弹从炮口扔进去，炮弹自身重达4斤，从2尺长的炮管里垂直滑落，带着极大的重力势能砸在底部的机针上，锋利的机针会瞬间刺穿铜帽，剧烈的摩擦和挤压会让里面的碎石粉末产生火星，从而点燃硫磺和细火药，最后引燃绑在尾部的抛射药包。只要火药一响，巨大的推力就会将这颗炮弹送上云霄。这就是朕设想的摩擦撞击式底火。同样，炮弹顶端的触发引信也按照这个思路制作。妙，实在是妙啊！不用点火声，不用清理药室，利用重力撞击碎石粉末发火，陛下的奇思妙想简直是夺天地之造化。臣这就去调集人手，连夜用躺床掏炮管，把这种炮弹搓出来。碎石粉末摩擦发火，一颗4斤重的炮弹自由落地产生的动能，真的足够瞬间挤压碎石粉末，产生足够引燃火药的高温火息吗？希望新提纯的火药能争点气吧。